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亚美尼亚坚决转向欧盟，普京痛失盟友。战场之上，乌克兰无人机创造历史。亚美尼亚坚决转向欧盟，普京恐吓未能阻止帕西尼扬。曾经作为俄罗斯传统盟友的亚美尼亚，正加速逃离克里姆林宫的势力范围。4月初，亚美尼亚总理尼古尔·帕西尼扬在莫斯科与普京会面时，直接当面痛斥俄方未能履行其安全承诺，现场气氛极度冷淡。在这场公开的较量中，帕西尼扬直言不讳地解释了亚美尼亚为何完全冻结在俄主导的吉安组织中的活动。他指出，在2022年的纳卡地区冲突中，当阿塞拜疆发起进攻时，所谓的俄罗斯维和部队与吉安组织完全袖手旁观，将盟友弃之于不顾。帕西尼扬态度坚决，我无法向我的国民解释为什么吉安组织在盟友受袭时毫无反应。尽管普京试图通过承认主权等言辞推卸责任，甚至公然采取经济勒索手段，警告亚美尼亚若加入欧盟将失去低价天然气补贴，但帕西尼扬并未屈服。他承认经济整合存在技术难度，但明确确认亚美尼亚的主权和安全未来将由全民公投决定，而非听命于莫斯科。亚美尼亚在能源和基建领域全面去俄罗斯化。帕西尼扬透露，亚美尼亚正与多个国际伙伴就新核电站建设和物流连接进行谈判，打破对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长期依赖。随着亚美尼亚议会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加入欧盟的进程，以及在美方调解下与阿塞拜疆达成和平共识，克里姆林宫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正在土崩瓦解。乌俄战场之上，乌军光纤无人机首次拦截了俄巡飞弹。根据乌克兰第81空中机动旅阿帕奇打击群的最新战报，乌军在最近的一次行动中，成功利用光纤控制的 FPV 无人机在空中正面截击，并摧毁了一枚俄军莫尔尼亚巡飞弹，这是该领域的全球首例成功战果。此次史无前例的空中猎杀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近期，俄军在该地区加强了无人机的袭扰力度。俄方的莫尔尼亚巡飞弹一直是前线极具威胁的对手。与普通的自旋翼无人机不同，莫尔尼亚采用了类似飞机的固定翼，飞行极其平稳且速度极快。阿帕奇打击群指出，传统的无线电控制 FPV 无人机受限于速度和稳定性，想要在空中拦截这种高速飞行的固定翼目标难度很高。此次立功的武器就是光纤 FPV 无人机。与传统的无线电遥控不同，这种无人机通过物理光缆传输信号。虽然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机动性，但它完全免疫电子战干扰，在信号真空区保持高清图像传输和精准操控，最终完成致命一击。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欧洲局势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